在我读圣经的时候，盐和胡椒粉的罐子从架子上面掉下来干扰我，或者是撒旦用盐和胡椒粉掉下来警告我，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是它真的发生了。太好了，太好了！丽芳姐妹啊，你可不可以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大家好，我叫林丽芳，我7月6号受洗的，7月11号信主，所以今天是7月6号，刚刚好是我信主整整11年。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帮助到大家，可以让大家了解我是怎样信主的，主又是怎样在我的生命里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一直让我能够有能力来荣耀主，来为主做工。太开心了！今天还有一个纪念的日子哈，在这当丽芳姐妹啊，我就是很好奇啊，你怎么样跨入到信仰啊，我们基督徒这个行列当中啊？我特别想知道你的这个最初的一个动机是什么？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那么快就决定要信主。我其实在来到美国之前，也就是07年来美国之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不相信神的存在，只相信事实，只相信科学。但是从我第一天来到美国，我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文化，可能是不一样的文化让我有所触动，还是说神一早就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安排好了？他安排了我在07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安排了我一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就被同学带去了教会，去参加他们的 ESL class。那 ESL class 虽然说是教英文的，但是他们的素材全部都是圣经里面的素材，而且每一次我们读完一段经文，他们都会要我们想想或者说说看自己的感受，然后他们再告诉我们神在这段经文里面起了怎么样的作用。这是我入门的一个过程，然后又有机会可以在教会里面参加了一个叫 Alpha 的 class， 很神奇的，因为 Alpha class 永远都是在星期二晚上，然后我听说在我去这个学校读书之前，我是来美国读书的，所以当时我是在上 MBA 的 class。 听说在我去之前，所有的星期二晚上通通都有课，没有一个学期星期二没有课的，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去不了 Alpha class。 但是我去的时候它就有 opening 呢，我就可以去 Alpha class。 在那里我学到了非常多，认识了真正的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心里面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所认知的所相信的是否有错误，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自己的观念转一转。然后在同一时间，所有教会的人都对我非常的好，那种好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让我觉得神应该是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这么 nice， 而且是毫无动机的 nice， 让我觉得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子的人。所以在我结婚之前，我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在结婚前让我受洗吧，所以我们就安排了7月11号结婚之前的那一个星期一受洗了。所以今天刚好11周年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我刚刚想到这是11周年的纪念日。丽芳姐妹啊，真的觉得这肯定是有神的奇妙的安排啊。那我想刚才你特别讲到吸引你去教会的一个是课程，一个呢是弟兄姐妹们的爱心，而且是毫不自私的这种毫无所图的一种爱，你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对吗？但是我相信一个神并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觉得人家对我好，
然后我也还这个爱去给他们。但是如果别人对我不好呢，那我可能就不爱他们了，甚至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得罪我之后，我可能就会离开教会，离开这个神。那你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根基当中建立起你真正的信仰呢？我觉得神是在先给我打击吧，因为硕士来读书的，所以我是来完成 MBA class， 也就是工商管理学硕士。我完成了这个学业之后，我就去找工作，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尝试着在餐馆上班，能够有一定的收入。最明显的一次是在我们结婚后3年，我老公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原来他是 debate coach， 也就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在3年之后，他决定把工作辞掉，要去上医学院。那个时候的我跟他保证说，我觉得我没有问题，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来供养我们2个，甚至还可以供养你上学。所以我们就辞掉所有的工作，所有的事情，抛开一切，在 Kansas， 我们当时住在 Hutchinson，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处理掉之后，就搬去 Wichita。我认为在 Wichita 一个更大的城市，我可以找到餐馆的工作，有一份餐馆的工作，我就可以很好的将这个生活继续下去，甚至还有可能帮助他来交学费。但是我没有想到，搬去Wichita的头2年，整整的2年时间，神不给我开路，他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给我 block 掉，他没有让我顺利的找到一份可以养活我们的工作。所以在那2年里面，我们挣扎了很痛苦。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先生是基督徒吗？是的，他的背景是全家都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基督徒的下一代，就他们自己还没有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带领我的。他还是一个 Christian baby， 跟我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当时2个人一起挣扎。他也没有在那段时间懂得说跟我一起祷告，带着我来到上帝面前，来谦卑下来，去跟上帝请求一份工作，并没有，而是要我们在2年的挣扎之后，让我自己意识到说，我凭着自己的能力是办不到的，我要 humble 下来，要谦卑下来，去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忏悔祷告，然后神才给了我一份稳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还给我许多的鼓励和引导，因为在我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之前，也就是神给我那一份工作之前，我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进入非常大的那个抑郁期，我1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出门，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声音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开始读圣经，你要开始读圣经。我说哈，我很讨厌看书我可不可以不读啊？我不喜欢读书。然后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不然你就看视频吧，你去 YouTube 上面去找圣经相关的视频。然后我就真的去找了，然后我就开始看。结果在我看视频的同一时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家里面有一个 salt and pepper 的 shake， 就是盐和胡椒粉的罐子，放在了stove。 是炉子吗？是的，就是在炉子上面我放了一个盐，一个胡椒粉，然后那个架子旁边是有边缘挡住的，但是这2个东西都一个一个的接着掉下来，不是同一时间，是一个掉完之后再来一个，很大的动静，吧当吧当2声。
然后我就跑去厨房看了，我想说这2个东西我放得很后面，而且前面又有东西挡着，它是怎么掉下来的？然后我立即就意识到那是 demon， 也就是 Satan 撒旦在作怪，他不想让我看圣经的内容。然后第2天早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tile 就是瓷砖做的一个纪念品的东西，也从架子上面掉下来摔碎了。这2件事情让我意识到说，原来我一直被撒旦捆绑着、困扰着。圣灵在帮助我，推动我去转向神，能够去接近他，去认识自己的罪，才能够从撒旦手里面挣脱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没有停止一天去教会，所有的教会活动我都参加，包括星期五晚上的团契，星期天早上的主日学和主日崇拜，就能够做到的我通通都去做，坚持了5年。太好了，丽芳，我想问你哈，你刚才特别讲到你听到一些声音啊，然后你也有头脑里的这种判断，认为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哈。那可能那一些没有信仰的朋友就会怀疑，他们会说，你听到什么了？是真的一个人的声音吗？啊，或者说，那可能就是你这个很偶然的从家里掉了一些什么东西而已啊？为什么你会认为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呢？在我读圣经的时候，盐和胡椒粉的罐子从架子上面掉下来干扰我，或者是撒旦用盐和胡椒粉掉下来警告我，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是它真的发生了。就是扰乱你的思绪，让你不能集中在你要想去读圣经这件事情上，而且甚至还给你一些威胁啊，告诉你你要这样去做的话，可能就是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其实这种见证真的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刚刚要受洗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发生。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在我信主之前，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声音跟你讲什么事情？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是一个购物狂，经过一家商店的时候，看见一样你很想要买的东西，但是这样东西又是你曾经拥有过或者有类似的东西不该买的时候，头脑里面还是有一个声音跟你说，买吧买吧，虽然说你有类似的，但是这个更好哦，而且很便宜，正在做促销，你为什么不买呢？这些声音就是类似于这些声音，当我感受到心里面有一个声音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在我旁边讲话，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可以很清楚的听到这种想法在我脑袋瓜里面出现，而且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不可能是我自己发出来的意愿。如果我愿意去看圣经，很早就开始了，不会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要去看圣经，我才开始看。就好像你很愿意去 shopping， 那是从你心里面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是第2个人告诉你说你要把那个东西给买下来。但是在我心里面的这个声音不是我原有的，所以我认为是神的声音。那盐和胡椒粉掉下来是魔鬼的做法，是因为我觉得用科学和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解释这个盐和胡椒粉是怎样从架子上掉下来的。当时没有风，就是有风它也摇不动它，也没有地震，就是有地震也不应该这么一个再来一个的掉。这种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用正常的思维来解释的东西，我就可以肯定它不是人的作为。除了神之外，那就只剩下撒旦会这么做了。很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哈，让我们一些听众朋友们能够知道哈，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凯传就是真的经历我们教会的姐妹，她马上要受洗了，但是头一天就发生了一场特别大的车祸。虽然呢车
把所有都损毁了，而且孩子也坐在后面，但他仍然和孩子都毫发无损，而且第二天他们还真的就去受洗了啊！真的看到神的保守，那个真的也看到魔鬼撒旦非常强烈的攻击，但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惊怕，因为有神，而且他是真神，对吗？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